我是周灵芝，这是我第2次进驻宝藏岩艺术村。那我这几年来比较多的创作的方向是跟环境有关的，环境生态或者是跟社区合作比较多。这是因为我的驻村时间刚好跨了第1季跟第2季，那所以在这6个月的时间当中，我有思考，就是说。2次的展览，怎么样子让它是有一个系列跟连结性的？那由于我这一次的驻村的主轴比较是放在说，希望能够找出一些新的创作可能性跟发展。那陶瓷对我来说是一个新的想要去探索的媒材，所以第1次的展览是以土的语言做题目，然后尝试着邀请观众来参与。那其实这也另外就媒材的角度来说，它等于是回到一个最基本的原点去看待这个媒材，去探索这个媒材，然后也借由观众的参与，大家一起来试着玩玩看，呈现土所可以有的各种语言的面貌这样子。那第2次的展览呢，题目是叫做肉身风景。那比较有趣的是，那个展出的地点是在防空洞。思考在防空洞这里做作品，为什么会用这样的一个形式来呈现？是因为，防空洞这个空间本身就非常吸引我。然后刚好那段时间里面，我正在寻找一些跟空间诗学有关的文章，那很巧的看到一篇文章，谈那个巴舍拉的那个幸福空间和废墟空间这样子的议题，然后它都跟地下窟室、跟家的那个意象有关，所以我觉得防空洞本身它有一个很强的特性，已经就在那里。那我思考说，我怎么样子把我在宝藏岩这里对不管是原来的居民，他们对于那个家园的这个部分的一种不安定感，以及他们一直寻求说有没有可能继续留在这里的那种对于幸福家园的追求，以及这里的环境，还有就是防空洞本身它过去的历史是否有可能借由简练的一种方式，然后把它呈现出来。同时也思考说，这里原来的原居民到底是谁？这样子的议题，所以在里面有放上了陶土捏塑的老鼠，然后素烧的陶瓶，因为它是在陶瓷成型阶段里面的中间阶段。那这种中间阶段，其实某种程度上它是一个已经比较有一点坚硬度，但是还是属于脆弱的状态。我觉得它会让我想到一种肉身的情形。那这个肉身放置在黑暗的洞穴当中，然后接受的是附近的，比如说河堤公园那边的一些风景，或者是一些环境，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风景的片段，所带来的光影的影响，投射在那些陶瓶身上，在空间里面，它可以创造出另外的不一样的多层次的一种感受，然后试图着在防空洞这样的空间里面形成一个比较交错跟互动的一个感觉吧，